大家好，我是超子。今天教大家如何区分生铁锅和熟铁锅，以及生铁锅和熟铁锅的具体开锅方法，干货满满，建议大家收藏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口锅，左边是熟铁锅，表面比较光滑；右边是生铁锅，也就是铸铁锅，表面比较粗糙。生铁锅厚而重，熟铁锅薄而轻。用勺子轻轻地敲一下，生铁锅有回音，熟铁锅的声音比较沉闷。生铁锅厚重，导热比较慢，适合做一些炖菜。熟铁锅薄而轻，传热快，最高能加温到800度，更适合做一些爆炒类的菜肴。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种锅的开锅方法。首先我们介绍生铁锅，也就是铸铁锅。先往锅中加入清水，放入少许洗洁精。新锅出厂的时候，为了防止生锈，都会涂抹一层机制油。我们这一步的目的是把油洗净。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现在的水已经非常脏了。洗好以后，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几遍，彻底洗净。把锅中的水分彻底擦干。放到灶台上，开火，加入清水。清水可以多加一点。放入2小勺盐。准备少许普通面粉，加入清水，将面粉卸开，调成面糊。水温升到50-60度左右，放入调好的面糊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利用面粉的吸附性，把脏东西彻底吸出来。生铁锅表面比较粗糙，脏东西不容易出来。继续将水加热到80度左右。然后我们把面粉水倒掉，再次用清水清洗干净。洗净以后擦干水分，再次放到火上，开小火加热，把多余的水分彻底擦干。水分烧干以后，准备一块带皮的肥肉。肥肉在锅中360度无死角摩擦，这一步也称之为吃油。全程开中小火。生铁锅相对来说比较娇气，不能开大火猛烧。肥肉摩擦出油以后，将肥肉取出，加入温水。生铁锅比较娇气，不能加冷水，加冷水的话容易开裂。再次清洗干净。如果您做的话，可以戴个手套，不要跟着我学，因为我有无情铁手。再一次将锅烧热，擦猪油，重复上一个步骤。这样锅吃油吃得更彻底。再一次清洗干净以后，可以用厨房用纸或者干净的毛巾擦一下。现在的锅已经非常的干净了。然后我们加入几滴普通植物油，用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涂抹均匀。这个时候就不要开火了。我们顺便用猪皮把背面也涂抹一遍，这样就更不容易生锈了。就这样，生铁锅就彻底开好了。接下来教大家熟铁锅开锅。现在我们购买的熟铁锅一般都是厂家帮忙开好锅的。熟铁锅本色是白色，经过高温烧制以后就是蓝色，这一步也称之为烤蓝。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。经过高温烧制以后，锅的密度会变，会更耐用。买回来以后加入清水，加入洗洁精，彻底洗净。跟生铁锅一样，厂家为了防止生锈，都会涂抹一层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水是非常脏、非常浑的。洗好以后，再用清水冲洗几遍，用干净的毛巾擦干水分。接下来我们开火，将锅烧热。锅热以后，放入少许植物油，先用油热面锅的全身。熟铁锅表面比较光滑，可以忽略用面粉水煮那一步。油彻底烧热以后，将油倒出，这个油就不要了。加入清水清洗一遍，热水、冷水都可以。熟铁锅比较耐用，比较耐烧。还是那句话，最好戴一个手套，用干净的毛巾擦干水分。再次将锅烧热，放上猪油摩擦，360度无死角摩擦。这个步骤最好重复2遍以上，这样我们在用的时候就非常好用了，不会粘锅。
涂抹均匀以后，再次用清水清洗干净，用干净的毛巾擦干水分。最后放几滴植物油，用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涂抹均匀。底部用剩下的猪油涂抹一遍，防止生锈。就这样，熟铁锅也就开好了。关于铁锅的保养，我们平时用完以后，最好不要用钢丝球和洗洁精清洗，用温水清洗，锅上面保持一层油膜，这样就可以防止生锈，下次用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锅。这个视频有点长，干货比较多，希望大家看完以后给超子点个赞。关于铁锅的保养和使用，你哪里还有不懂的，可以在评论区吐槽留言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，再忙再累，记得按时吃饭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